现在川普要在西半球称王，现在要解决，他已经点名了两个，一个叫古巴，一个叫做哥伦比亚。结果古巴的部分，他直接川普说，我还需要发什么兵吗？我不用，因为古巴他完全是会自己居掉。那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原来他把委内瑞拉给端掉，等同把什么古巴的生命线同一时间也完全斩断了。是我们都知道，古巴提到古巴，我们就会想到他之前的强人卡斯楚。但事实上，从他卡斯楚跟他弟弟之后，现在的总统上来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古巴一直面临到美国的一个相关的经济的制裁。所以那个奇怪了嘛，委内瑞拉总统的一个护卫队死掉，怎么会是古巴这边竟然2天追到？原来他们就是输出人力，去帮你委内瑞拉这一边当你的这个保镖啦，帮你看病，当你的医生，这些方法。换取什么？换取每天35000桶的原油。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川普就直接讲他说古巴现在没有任何收入了，他们的所有收入其实都是靠委内瑞拉了，因为现在1毛钱都拿不出来。我认为不需要我们动手，一个就会得自己倒，他直接自己倒。那现在包括刚刚提到古巴的总统他就直接说嘛，他就呛瞎嘛。他们呢，就是有5日跟6日全国哀悼2天为了这32名这个因公殉职的古巴的这些保镖然后进行追悼。那他也说他说川普这个行为根本是军事行动，是犯罪侵略行为以及国家恐怖主义。但是你要知道打仗什么炮弹一响，银弹万两，黄金万两，黄金万两啊！你现在连每天的电力35000桶的原油是供他干嘛？竟然是供古巴1天25%的一个电力需求。对。那你现在如果没有去不是就没有电？古巴现在的情况真的很惨他们物资缺到什么地步？外国旅客去到那边，你买个汉堡，对不对？他的汉堡，我听我朋友讲，我朋友去过，他说大概就是那个我们的鲜肉满福堡比较还要小，但是肉这么薄一片，就是那个盖起来你看不到肉的，它一个卖多少钱？5到10美元，哇，贵死人啊！为什么？因为物资非常非常缺乏，所以就是摆明了我就是功利潘娜。但现在就变成观光客越来越少情况之下，他们几乎所有的全部很多的经济来源都真的是仰赖委内瑞拉。而且惠生，我们一直讲到一件事情，美国对古巴，他有没有想要把它给拔掉？当然有啊！不要忘了以前还有什么古巴的飞弹危机等等。而且虽然在飞弹危机过后，美国用各种经济制裁的方式让古巴已经非常惨了，但是他们还是持续的反美啊！所以这一次把委内瑞拉端掉，也是把这个所谓的古巴的生命线断掉。而且这不单单只是第一招哦。原来我们看了资料才发现，早在去年的时候 ，Rubio。古巴移民之子，他早就出手了。是啊，卢比欧最清楚整个在古巴生活人的一个困苦跟那一个生存的一个煎熬所以呢，古巴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说实在，就靠几位老大哥，包括俄罗斯啦，然后委内瑞拉啦，还有墨西哥，就是输出一点原油。然后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就是他当时特别跑到墨西哥去跟他的新总统当然表面上意思就是寻常性的拜会，但事实上是干嘛？就是告诉他。你给我小心一点那一个古巴是反美主要的国家，那你每年还输出一些原油他输给他22000桶石油意思是，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你现在意思是你跟我大美国来作对吗？不然你怎么会输出原油帮助我的主要敌国嘞？最后话一讲，这一次会面有帮助，为什么有帮助呢？马上砍成7000桶，22000桶变7000桶，只变1/3，惊嘛！我干嘛为了古巴来得罪美国呢？所以你知道，人家就说这个卢比欧真的是很厉害，他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有古巴血统，他很懂得这个美国的后花园，就在美洲这个部分的政治角力。他痛恨古巴的共产主义，是他誓言，他老爸在死前说他一定要倒台，他死了他没有看到。所以卢比欧那直接说我要古巴倒台，是，所以呢，卢比欧这一辈子的使命跟职志就是要完成他爸的遗愿。他爸遗愿是什么？就是让古巴的共产政权画下句点。
我跟你讲，这催蕊搞不好这个真的要在我们大家几年之内搞不好看得到倒数计时。为什么？古巴的经济竟然呈现连续3年的衰退啊！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它已经是因为外汇这个枯竭啊，所以它没有任何能力去更新它的电力的一个系统啊。然后它人口不断的外流，它人口外流到它全部竟然有200多万人的人口外流，所以他们就说现在的古巴真的是各方面这个经济困窘之外。更可怕一件事情是，那个卫生还有这个人命的问题，很多收那个垃圾的那个垃圾车都是烧汽柴油啦，汽柴油现在没有油，所以满街都是垃圾。他们你看，哇，这太夸张了吧！而且我跟你讲超级可怕垃圾很容易滋生那个病蚊子啊这些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这1年。被什么病搞得快要死要活的屈公病，对，竟然古巴有了，而且他们说光是屈公病，现在在古巴死掉的人，现在死了50-60人，为什么死掉？想说怎么会那么严重？因为没有医疗物资，对，没有药。所以呢，他们现在不断要去清洁，你清洁说一些实在话，这个也要是一些化学品连你医院的医疗资源也都在溃堤边缘当中。所以他们说，现在整个古巴，这为什么川普会讲那一句话，讲那个他们很快就垮了，根本也不需要我打，因为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空的，物价上没有东西，这就是古巴现在的一个困境。瑞德哥，我们刚刚讲。古巴跟哥伦比亚是被川普点名的，但毕竟人家是什么邪恶轴心里面的人嘛，但不太对啊。格陵兰也是，跟你讲说，我是正义联盟的，到底关我什么事情？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川普现在不会再搞一个东西吧？施压，一施压之后，包括格陵兰，包括你丹麦等等。你就过来买我美国的军武，这样我干嘛顾你？我这样不是很好吗？那么，川普在第1任总统任内，2019年的时候呢，就扬言要攻打委内瑞拉嘛。那时候没有攻打，请问现在攻打了没有？现在直接把人家总统给活捉了嘛？对。那他2019年的时候呢，也提过他要买下格陵兰。对。一个是攻打委内瑞拉，一个是买下格陵兰。现在他在拿下了这个马杜洛活捉了以后呢，他直接把目标又直接讲是这，虽然他嘴巴上警告古巴跟哥伦比亚，但他又提了格陵兰呐。对，这次直接给的期限是2个月。现在还有人会质疑川普的决心吗？当他把马杜洛都逮捕的时候，各位现在还有人会怀疑他的决心吗？2个月。他给的最后的 deadline 是2个月，完真的。对，现在是1月嘛，2个月，我们过完年以后，会不会格陵兰已经变成美国的国土了？这个等于说威胁下去以后有没有用？有用，为什么？因为呢，丹麦在去年底开始呢，已经跟美国直接下了订单，买八架的相关的 P8A 的反潜机啊。对。那么丹麦事实上现在只有15架的 F-35A 的隐形战机。为了要因应川普的要求，因为他说川普嫌格陵兰的这个丹麦的这个相关以前就买 F-16这个战机嘛，然后嫌他的兵力太弱，所以他又加购，他本身现在只有15架 F-35A 哦。对。为了这个，另外下了16架的 F-35A，我买的比你家还多啊，我买的比你还多啊，然后还有2架，还有2艘的这个飞弹巡逻舰。对。他现在本来丹麦的这个军事国防预算只占 GDP 1%多，对。他为了这个，竟然比我们台湾还厉害，他占了3%了，你知道吗？拉到3%，超过3%了，超过3%了。然后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美国一直说我这个保护不力嘛，那么美国的川普这样子的指控，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实据？其实是有的。对。去年3月，美国副总统范斯就来到格陵兰，美军在格陵兰岛上面拥有美军在全世界最北的一个空军基地嘛。对。那范斯去这个等于说这个空军基地呢，去绕军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抨击丹麦你的国防你相关的这个兵力呢不够，不足以遏阻这个所谓的俄罗斯跟中国的势力进来。他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尤其是中国以冰上丝绸之路的名义，你知道吗？他们把这个破冰船，2个国家把破冰船都拿来这个北极圈，拿来格陵兰附近为什么？因为呢，最近是不是相关的极端气候的情况下，地球暖化，对不对？对。暖化的结果，80%的格陵兰岛本来都是冰，可是因为暖化，
软化了以后呢，所以呢，那么它可以通行的这个可以拥有海上通行的这个等于说时间跟那个路线呢越来越长，越来越多，它开辟一个新航道了，而且它事实上是那么北美到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这个飞弹路线呢，美国到俄罗斯飞弹路线最短的路线，因为我们是一个地球是个椭圆形的嘛，所以呢它的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那么美国在之前没有好好，因为没有把这个精力所有的力量呢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让中国有机可乘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个说冰上丝绸之路。我请问一下，那么北极跟你中国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中国就说他自己本身在北极，他也拥有这个相关的权利嘛。所以呢，他现在为什么少和你知不知道？川普不是要号称要打造一个最贵的全世界最贵的，但是最厉害的一个金琼系统，对不对？对。你知道金琼系统的前哨站在哪里？就是格陵兰哦。我们不是花了几百亿打造了一个在新竹乐山的乐山雷达，有没有？扑爪雷达在格陵兰有一模一样的，就一个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早在几十年前，美国在这个格陵兰岛本身就打造了一个地下35公尺的一个基地放了很多的武器，甚至于打造常驻要几百名的士兵在这个地方。后来这个基地废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很多的包括冰河的冰川的这个挤压干什么，还有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等等。后来这个相关的地底下这个相关的基地呢废除了，所以现在其实川普就是把势力又重新要回来。他要拿下这个地方，然后扩充。其实川普也不用那么麻烦F-35A 现在就已经在格陵兰岛了，你知道吗？他其实就在格陵兰岛。虽然川普口口声声说我不是为了支援，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为什么呢？格陵兰岛有什么？格陵兰岛的北部的地底下有500亿桶的石油，满满的石油，这些人还没有开采，因为丹麦跟格陵兰岛。暂时不准人家探勘这里所以这里还没开采。它的南部拥有什么？拥有这次在关税谈判里面，中国用来掐住川普脖子的稀土。对，而且它的稀土的存量可能是世界最高。所以事实上呢，战略物资包括战略地位、战略物资，这才是川普为什么要拿下格陵兰岛的最主要的原因告诉各位，美军当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他们的军事要塞，所以在24世纪大战结束了以后呢，有一架 B-52的轰炸机还在这个地方发生空难，里面有4颗的氢弹，到现在有1颗掉在格陵兰的海底，还没有找回来。郑梦，我们这样一路看起来，当今天委内瑞拉被端掉之后，美国内部也乱了。你看到那个画面是这种。每个人都站到街头上面，要么是挺，要么是骂，尤其是骂的是什么？你看到画面当中，大家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你川普怎么可以这样做？就像糗大啦！为什么？这边有一部分根本是假的，有一大部分后面都是有人出钱叫他去上街的。是，大家都以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抓走之后呢？委内拉的人民应该会抗议，没想到现在真的有抗议，但抗议的不是美国人民居然是英国人，居然是欧洲人，居然是美国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而且你知道吗？在美国总共有105个城市有这样子的抗议团体抗议美国。他们声称是入侵他们声称这是个战争行为，甚至声称自己的国家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嘛，说 No blood for oil， 说美国是为了石油而入侵了这个委内瑞拉。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么多在这么多城市里面这么多抗议的人群里面就有人想要去了解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抗议？你们抗议的这个背后是谁 sponsor 你？对，结果你怎样？就有人去查纽约的这些抗议团体，对，一查不得了，你知道背后是谁吗？背后是一个叫做跟中国共产党非常有关系的人，他叫做内维尔辛格汉姆。内维尔辛格汉姆是像你，就是他，对，就是他。New York Times 曾经去追查过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典型的这个查韦兹信徒，然后他也是毛泽东主义的信徒，他甚至公开宣扬说，我就是支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纽约时报那时候就去查这个人你知道吗？
中国透过这个人在全世界广设非营利组织，广设非常多的空壳公司，就是要去 sponsor 在国外进行大外宣。好，那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存在，当然委内瑞拉的人民他也要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对，您卖来欧北讲啦。我是美国人，和我来讲吧。你看这查某一样来讲，他说你们说什么反对战争的？我跟你讲，我等这刚等几年，你知道不？25年啦。对，这个女生说，她等马杜罗下来等了25年。她说我们家破人亡，我们被迫离乡背井都是因为马杜罗，都是因为这个独裁政权。对。然后这个女的说，我跟你讲啊，林州嘛是穿黑啦，但是呢，有时候如果你要去对抗恶棍，他讲恶棍就是马杜罗啦。对，如果你要对抗恶棍，你只能靠更大的恶棍，所以就让他去做吧。更大的恶棍才能去把它处理掉。没错，连川黑都支持川普啊。对，那还有委内瑞拉人民跑到什么这些抗议团体里面去呛声，呛讲讲，恁这人有咧美国大过。恁这人有咧委内瑞拉大过啊？无，恁一世人拢无去过啦。你凭什么站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对立面？我跟你讲啦，马杜罗下台，我跟你讲，他讲说 ，I feel happy, we are happy, we are so happy。他讲到你看最高级啊，对 ，so happy， 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妈妈说，我等了26年，你们看到了吗？那些口口声声高喊和平的人，我跟你讲，你们根本不是在捍卫和平，你们就是杀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种，没错，就是骂人，说你们可以这样子干，没错，屁戏啊！他说你们骂，他就骂这些支持这个那个不是查韦斯马杜罗的人呐。好，这个儿子他怎么讲？他说，我跟你讲。林家控野人一个委内瑞拉人民都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饿过肚子，因为他饿过肚子嘛。这个小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缺过医疗、缺过药，因为他现在在形容就是他在委内瑞拉的处境。他说：“你们这些抗议的都是假委内瑞拉人。”他讲到一个重点真正的委内瑞拉人已经表达自己的意愿，因为有70%的人想要委内瑞拉自由，委内瑞拉必须从马杜罗的手中解放。所以这些人都是什么？真正待过委内瑞拉人才知道，那个是从地狱里面爬出来。没错，你现在上街抗议，他们觉得我根本你连去都没有去过。对，你那些地狱般的生活，那种受苦受难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在那边高喊说什么你这根本跟杀人一样，你根本乱讲。没错，甚至还有人跑到瑞士因为刚刚我们讲这些抗议团体在瑞士，你知道，甚至封街去抗议，讲 US out， 对不对？各这委内瑞拉人就起嘛，讲，喂，我问你，恁家附近有任何一个委内瑞拉人就都没有人敢回他，一直呛声，他说，你们拿着我们的国家的国旗，却支持查韦斯主义，但这里一个委内瑞拉人都没有。对，他说他自己就是你刚刚讲从地狱出来的人，所以我是一个政治受难者，你就应该要听我的话，而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去抗争。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